这是我们的世界，车水马龙，流光溢彩。每天我们见到的都是不一样的风景，不一样的霓虹。我们用手机刷微信、刷微博、刷 B 站，这些事情稀松平常，是我们生活中最平凡的部分，平凡到好像生活本就如此，平凡到我们如此相似。但是你再也看不见光明，生活又该怎样继续？你又该怎样使用占据了你大部分生活的手机呢？左右滑动选择内容，单击直选，双击确认，双指滑动页面，这些简单的操作配合语音提示，组成了视障朋友们使用手机的全部操作。你可以进入手机设置，打开无障碍辅助，安卓是 Talkback， 苹果是旁白功能，然后闭上眼睛，自己尝试一下，相信你的感受是。操，这也太难用了吧！我的是咋弄的呀？我好像连解锁都不会哦。上滑解锁不是上滑解锁吗？为什么不解啊？控件。而他们实际的操作方式其实是这样的。因为眼睛可以一目十行，可以跳过不需要的内容，但是耳朵不行。听的效率远不及看的速度，而为了获取信息足够的高效，他们最终就练就了3倍甚至于5倍语速下旁听的能力。在这个速度下，一篇1500字的文章，他们靠听只需要1分多钟就可以完成。我日常读稿的速度完成需要5分钟，他们听的速度快于普通人视觉阅读的速度。2018年，世卫组织在盲症和视力损害报告里提到，全球有3600万人处于失明的状态。2019年，中国盲协提到，中国的视障朋友规模达到了1700多万，而这个统计数据最早可以追溯到2012年。也就是说，世界上有近半的视障朋友在中国，而中国每100个人之中就至少有1位患有视力障碍。而刚刚那些常人难以接受的操作，却让他们能够和我们一样用上微信、叫上外卖，甚至是打手游、网约车，这让他们可以走出家门，让他们可以改变自己的命运。2018年的视障网民移动资讯行为洞察报告里，视障人群最常用的上网设备就是手机，占比达到了95%。如果说智能手机的出现改变了我们的生活，那智能手机和读屏软件的结合，是科技给在黑夜中寻找光明的他们一双新的眼睛，一双有机会改变命运的眼睛。但是在这条路上依旧充满了坎坷，因为……那我们应该做点什么呢？我们这次决定像我们之前做系统横屏一样，针对现有的主流机型进行一次无障碍使用的集中测试，包括苹果、三星、小米、华为、OPPO、一加、vivo、魅族、坚果等9个主流品牌。为了这次测试，我们自己学习并使用无障碍操作，也邀请了一些真实的视障朋友对我们的测试内容进行讨论，同时也请到了武汉本地的一位真正的全盲视障朋友姜维来帮助我们，因为只有他们自己才最清楚他们需要的是什么。最终，这次无障碍测试被我们分成了4个针对性的小环节，而针对的每个项目，我们给予了3档评分，最好用的是2分，有小问题影响不大的是1分，问题严重或者完全无法独立操作的是0分。而第一个测试点就是买到手机的第一时间，手机能否独立完成引导设置，是否内置读屏和语音库。这其实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因为安卓和苹果都有自带的读屏软件和快捷开启方式，比如长按2个音量键或者连按3下电源键，只要默认开启快捷功能就可以了。而语音库现在的手机大都支持语音助手，语音库自然存在，但是事实并不如此。实测下，苹果、三星、华为和小米都可以在引导下开启无障碍， OPPO、vivo、一加和魅族均不支持，而坚果也不支持，让我们有些意外，因为之前是支持的。OPPO、vivo 和坚果完成引导进入系统之后，都可以方便的开启无障碍读屏功能。一加虽然拥有 Talkback 功能，但是由于不自带语音库，依然需要自行下载，增加了额外的麻烦。魅族这边不仅不自带语音库，甚至 Talkback 都不自带，均需要从应用商店下载。同时安装了语音库并使用了一段时间，还会出现语音错乱的问题。在我们尝试了多款语音库均没能解决问题之后，魅族很遗憾地成为本次唯一一个没能参与后续测试的品牌。虽然三星目前表现优异，但实际体验上，三星自带的无障碍操作方式和安卓的 Talkback 以及苹果的旁白并不一致。
即使是我们邀请的真正的视障朋友，也没能在体验的时间里上手，表现不佳。最终第一个环节的得分如下：苹果、小米、华为2分，坚果、三星、OPPO、vivo 1分，一加0分。魅族则不能参与后续测试。第二个测试就是生物识别。视障朋友和我们一样啊，他们的手机承载了大量的隐私和资产，安全就很重要。毕竟日常使用读屏，密码的安全性并不够，而生物识别的快捷也减少了输入密码的麻烦。首先就是面部识别，苹果其实做得很好，甚至可以提示头部的动作，但并不准确。由于看不到，面部也很难保持在录制框内，很难独立完成录制。不过开启旁白之后，苹果会关闭强制睁眼才能解锁的要求，解锁也会有提示，可以知道通过面部识别解锁，这个细节很赞。但是由于苹果的高安全度，对面部识别的角度要求也比较高，导致解锁效率比较低，最终体验并不是太好。而安卓品牌的录入问题大多一致，没有任何提示或者提示不足。小米会语音提示面部不在录制区域内，但并不提示该如何进行操作，依然无法完成录制。其他安卓手机均是因为没有提示，无法独立完成录入。解锁体验上，其中小米一加有解锁提示，而其他品牌的手机均没有提示，体验较差。那指纹呢？对于视障朋友而言，屏下指纹的体验远不如实体指纹，因为屏下指纹并不能快速的找到位置。但是在这个屏下更为主流的今天，指纹却没有针对无障碍进行一些优化。表现最好的是小米，但是也只好了一点啊。小米录制的时候，如果手指放置正确，会提示指纹区域，仅此而已。手机并没有根据手指触碰的位置提示应该靠下还是往上一些，而其他手机均是震动提示，勉强可以判断手指的位置是否正确，但是都很难独立完成录入。最终解锁体验差距也不大，需要大量的尝试来记住手指的位置。初期解锁依靠的还是运气。最终这个环节没人可以折桂满分，苹果和小米表现稍好1分，其他0分。下一个测试或许你很难想到啊，是拍照。是的，对于视障朋友而言，拍照也是刚需。比如支付宝的身份认证需要自拍的照片，如果拍照可以独立完成，也能减少一些负担。苹果表现最佳，不仅可以提示前置还是后置摄像，还会提示是否检测到了面部。视障朋友们完全可以独立完成拍摄人物的要求。而三星、小米和华为也很好，在拍摄界面可以提示前摄还是后摄，识别到人脸等，和苹果一样可以独立完成拍照要求。而三星还可以提示大概的距离和位置，值得点赞。而其他品牌的手机则无法实现拍照要求，甚至很难判断是前摄还是后摄。苹果、小米、华为、三星2分，其他品牌0分。第4个测试则是能否可以方便的安装第三方应用。毕竟手机对于我们而言如此重要，是因为承载了大量的第三方服务。能否方便的安装程序，有时候比自带的程序还要重要。而苹果的表现依旧最佳，搜索简单方便，很容易使用。而安卓这边，华为、小米一加可以方便的找到搜索框进行搜索操作 ，vivo 也可以啊，但是非常容易误操作，表现稍差。三星则是难找，真的很难找。而坚果的输入框一直读取框内的广告内容，需要再滑一下才会提示输入框，容易跳过或者被广告误导。OPPO 则是完全不读取搜索框，完全无法使用。最终，苹果、华为、小米一加2分 ，vivo、三星、坚果1分 ，OPPO 0分。在4个环节之后，苹果和小米同时折桂，华为第2，三星第3。坚果其实是个例外啊，因为坚果是这些品牌中唯一一个自带 OCR 读屏的品牌。虽然这个功能在安卓上可以通过第三方读屏软件来实现，比如宝易、点名、天毯等等，但是第三方的软件能否稳定运行依然是一个问题。这就像这次视频中采访环节将会提到的他自己的故事，手机的第三方读屏软件突然崩溃掉了，而他看不到，他没有办法自己打开，手足无措，他在路口待了不知道多久，最终在一位警察的帮助下才打开了读屏软件。而这个问题将会不是第一个，也不会是最后一个。所以系统级集成的无障碍功能越发显得重要。坚果的 OCR 就可以通过快捷加音量加号键开启快速识别，识别图片内的文字或者未加标签的按钮。这并不是一个极难完成的事儿，但是大厂没有做，却让坚果这个资源和资金都很紧张的小厂给实现了。但是坚果 Pro 3其他方面表现确实不佳啊，甚至有些倒退。OCR 锦上添花，但是咱们重点讲日常功能的完善，对于大众品牌来说确实更加重要一些。小米并非没有问题，我们某位视障朋友就反馈小米10系列的无障碍语
语音会出现忽大忽小的问题，而它并非个例。这个问题涉及到了11、12两个版本的系统，反馈了数月，却一直没有结果。华为是某些场景下不戴耳机不读屏，比如输入密码的安全键盘，虽然安全了，但是也麻烦了啊，以及使用第三方语音库时，重启后只能解锁进入系统才能够开启等等。那苹果成为了最佳吗？确实，苹果在很多地方做得非常不错，尤其是系统内做得也足够完善。但是第三方应用的问题并没有解决，而苹果最大的问题是无法使用第三方读屏软件，所以目前没有办法在苹果上实现 OCR 功能。是的，无一例外，虽然已经能够实现日常独立使用，但是也只是独立使用，并没有达到好用的程度。那第三方软件呢？几乎都有问题。虽然支付宝、微信、QQ 这种主流的 APP 做得足够出色，但是其他功能表现不佳，比如微信内的滴滴打车界面凌乱，甚至叫车的按钮不读屏，而许多点单小程序也经常无法使用。当然，这可能和小程序的生态有关。在我们采访和跟拍视障朋友的时候，还遇到了一个更为严肃的问题：武汉防疫的绿码无法实现独立扫描。是的，扫描之后的选择界面无法被读屏选中，如果没有帮助，它无法独立完成扫码。而在现在这个进出公共场所都需要扫码的特殊时期，这个问题显得更为麻烦。苹果上第三方的软件问题更为严重啊，比如美团有弹窗无法关闭，标签设置也不合理，甚至没有加入标签内容。饿了么一些界面无法正常使用，京东查看物流会卡提示，无法正常操作，等等等等。但是这些原本都不是问题。这次我们专门联系上了深圳启明无障碍科技的 CEO 周江南先生，向他咨询了第三方软件在无障碍上适配的问题。有文案10秒钟基本上就可以完成。他在和我们沟通时这样说道：是的，其实第三方软件支持无障碍并没有那么的麻烦，一个按钮如果自带文案就可以被自动识别，而如果是纯图片的构造控件，那也只需要设置一个提示字符串即可正常读取。大多数软件的控件只需要加入这一行代码，也只是缺少了这一行代码。如果是复杂的开发，苹果和安卓也都有完善的详细的无障碍技术文档可供开发者参考。支持无障碍并不会增加什么软件的开发难度，许多软件或许考虑到了，但是忘记加了某些按钮的文案，忘记设置了某个提示，最终变成了未加标签，未加标签，未加标签。小公司精力有限，但是大公司都有非常专业的测试团队。如果无障碍可以加入测试规范，也足以避免这些问题。我们也知道，技术文档很难跟上新技术的出现，但是无障碍支持如果成为行业标准，那新技术的诞生就会伴随着新的无障碍开发方式出现，而这些可以让1700多万人有机会更加自由、更加独立地使用手机。好在我们看到了新的希望。3月1日，市场监管总局和国家标准委联合发布了《无障碍可访问性技术要求与测试方案》，正式实施。稍显遗憾的是，这份文件是 GB-T 推荐性国标，而非强制性国标。但是这已经是一个跨步了，意味着网络的无障碍发展已经被重视，在未来或许可以成为强制性国标。我们等待那一天。这期视频的背后，我们整理的资料和记录有数万字，前后耗费了1个多月的时间，联系视障朋友多次讨论问题，大纲也修改了数十次。在这期间，我们发现无障碍的体验问题远比视频里提到的要多太多，而这期间我们自己都学会了无障碍操作。但是最终很多文案被我们抛弃、被搁置，因为我们决定不把视频做得冗长，因为这样不治本。我们更希望的是通过这个视频告诉更多人，让他们了解手机的无障碍，支持完善无障碍成为更强制性的标准，让无障碍成为一个常态，一个原本理所当然的事儿。无需点赞，也无需投币，我们只需要转发，让更多人看到就可以了。在这次的调查之中，有一件事还是非常触动我们。我们看到了一则8年前的新闻。2012年6月6日的青岛早报，有一位山东籍盲人高中毕业生申请通过盲文试卷参加普通高考，省市级2级教育部门逐级上报，但最终教育部在高考前拒绝了这一申请。答复是，即使让他参加普通高考，目前普通高校没有能力培养盲人学生，无法提供盲文课本，让他们享受正常教育。而在当时，中国已有1700余万视障朋友，但每年大学针对他们的招生人数，全国总数不到200人，这限制了他们接受更高的教育。
即便进入了大学的特教学院，最终他们能够选择的专业依然很少，大多是音乐、按摩、推拿这些。音乐是需要砸钱的艺术啊，这个巨额的花费，别说视障朋友了啊，即便是普通家庭，很多也都难以承受。最终，大多数视障朋友只有推拿、按摩的道路可选。现实在他们面前竖起了一座向左无限远、向右无限远的高墙。现在想想，你是不是依然对这些视障朋友们有着他们大多都在从事按摩这类工作的刻板印象呢？2014年，现实的墙被推动了。河南省46岁的视障朋友李金生为自己争取到了参加普通高考的权利，并顺利参加了当年高考。这次破冰成功引起了浪潮，随后8个省份开始提供盲文试卷，高校的专业也逐渐增多。2016年，中国信息无障碍产业联盟的调查报告之中，虽然仍有63%的视障朋友从事推拿按摩，但是凭借12%位列第2的是 IT 行业。而这个改变的背后，除了标准的进步，读屏软件和无障碍科技的进步功不可没，甚至是直接推动作用。我们本以为我们是在帮助他们，但其实我们是在帮助我们自己。就像是你拖着沉重的行李到了家门口，一阶阶台阶仿佛是个高山，而旁边给轮椅准备的坡道，是不是成为了你的救星？世卫组织在2019年发布的世界视力报告里提到，全球视力受损或失明的人数高达22亿人以上，而之中至少10亿人的视力损伤问题本可以预防和解决。天灾人祸我们无法预测下一秒，而衰老更是我们无法抗拒的。想象一下自己年迈的状态，步履蹒跚，视力受损，听力也不怎么好了，那我们该怎么生活下去呢？我们一样需要最新的科技给我们新的眼睛、新的耳朵，我们也需要科技给予我们温暖。在这里，我们特别感谢每一位为无障碍事业努力奋斗的人，你们的存在让这个世界更美好，谢谢你们。OK， 更多内容和精彩，大家记得关注我们的 B 站、新浪微博和微信公众号，都搜索小白测评即可。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